姥姥哮喘发作，我带着叶小鱼救人，物业却把我当成外卖员，将我拒之门外。我不断证明身份，求他开门，可物业却拿规矩当挡箭牌，将我硬生生拦在门后，斩断了我姥姥最后的生命。老早，景真华府已经全部收好，区域内所有保安随时听命调走。规矩，既然他们敢拿规矩草菅人命，我就亲手撕碎他们的规矩。这指甲真好看。王曼丽，我带我姥姥来讨个公道。姥姥，哮喘药我买好了，我马上上来。好，叶棠，都怪姥姥没用，总耽误你工作。姥姥，哪有什么耽误不耽误的？我赚这么多钱，不就是为了您吗？再说了，当外卖员可比当大老板轻松自在。好了，你先别说了，我到门口了，马上上来。外卖不让进，放门口。我姥姥就是这的住户，5栋101，我是来送药的。任何外卖不得出入小区，这是规定。打电话叫业主自己来拿。哎，我姥姥现在就在屋里，她哮喘发作，你怎么让她自己走过来？你先通融一下，我之后再来办手续。还有2天就评选检查了，净来些乱七八糟的人闹事。要是被经理看到小区门口这么乱糟糟的，我这优秀服务奖可是泡汤了。吵什么？没听见规矩？外卖不让进就是不让进，让业主自己下来拿，别在这瞎嚷嚷。我说了，我是来给姥姥送药的，她现在哮喘发作，不方便出来。这是我的配药记录，我姥姥的社保卡，还有亲属代理药物的签字，这些能说明我是小区住户的亲属了吗？现在能放我进去吗？一个送外卖的还在这叫唤声。最近刚好物业评优关键期，业主的档案都被调走，一个外卖员还核实什么？浪费时间。这记录能证明什么啊？你这种跑腿的我见多了。行了，别废话了，赶紧打电话让业主自己下来拿。我说了，我不是跑腿的，里面住的就是我的亲姥姥。我姥姥住在5栋101，叫秦兰芳，我是她的外孙女。我把社保卡和我的身份证都压在这里，情况紧急，你先放我进去行不行？规矩就是规矩，家属也得让业主亲自下来接。谁知道你的身份是真的还是假的？我们这可是高档小区，不是什么阿猫阿狗说2句就能进的。哮喘发作是要人命的，我姥姥喘得快断气了，这出了什么事你们物业担不起。别在这威胁我，评优期间就是要按规矩办事，少拿道德来压我。王经理，真的不核实一下吗？万一真有人在小区出事，评优也要扣大分啊！核实什么啊？评优期档案都被调走了，你闲的？他一个送外卖的，怎么可能是业主？别在这耽误事。我姥姥喘得快断气了，真出了事，你这评优也别想评上。现在放我进去还来得及。威胁我？评优期就是要一刀切，把你这种不三不四的人放进去，丢了东西谁负责？你吗？你要真是业主，就自己开门进去，在这装什么？我平时在外打拼没带钥匙，我现在让我姥姥打视频证明我的身份，然后放我进去，这样总符合你的规定了吧？叶棠怎么还没回来呀？叶棠摔倒了，我的药。姥姥，你怎么了？保持呼吸，我马上到。你看，我姥姥哮喘犯了，摔地上了，再不开门就来不及了。快开门啊！什么都没有啊！你这送外卖的还真是爱演戏，该不会是故意在评优期间来碰瓷的吧？我以为是谁呀？
这老太婆不就是整天在小区捡垃圾吗？你说她是业主，真是搞笑。她可能就是谁家请的保洁吧，说自己是业主，真是笑死。一定是出事了！我姥姥传气，你没听到吗？你们在这耽误我，真出了人命！你王曼丽，别想混！今天我必须进去！装，接着装。那老太婆就是在小区里捡垃圾的，都被业主投诉800回了，还能出什么事？就你们俩那穷酸样，也配住我们锦城华府？姥姥，你别说话，再坚持一下，我马上来了。拦住他！要是让人看见他在门口撒野，我们就完了。让开！我今天必须进去。叶棠，姥姥喘不上气了。叶棠，别跟人争，以后啊，好好吃饭，别太累了。好了，真是晦气！平优前还遇到这种事。保安大哥，把他带走，让人看见，影响我们物业评优。撒泡尿照照自己，一个送外卖，一个捡垃圾，2个社会底层垃圾，死也是活该。你说什么？怎么了？说不得了？我告诉你，那个老太婆就算是真的死了，那也是她自己作的，跟我们物业有什么关系啊？还想赖在我们头上讹钱？我告诉你，做梦！姥姥，等不到你了。姥姥，你别说话，慢慢呼吸，别紧张，等着我，我马上就到了。哎，你干什么啊？我警告你，你现在已经严重影响了我们物业秩序了，再不走，我就报警抓你了，还不快把人带走？叶棠，姥姥放心不下你。给我让开！给我拦住他！你们这是怎么回事啊？哎，这就是个不懂事的外卖员。我们说了不要进，非要闯进来，现在在处理中。我找朋友。好的，请进。哼，王曼丽，你不是说一定要业主亲自出来吗？你不是说除了业主本人谁都不能进吗？那能一样吗？我们锦城华府是给有身份有素质的业主服务的，可不是给你们这种穷鬼养老送终的。行了，别演了，把人给我拖走。你别后悔。还不快给我追！这老太婆不会就在小区里出事吧？要是真死在小区里，那我的平庸……叶棠，你终于来了，我已经叫了救护车。姥姥，你别吓我！傻孩子，别弄了。姥姥，你别睡，救护车马上就到了，妈走了，我只剩下你一个亲人了。姥姥，你别丢下我。叶棠，姥姥给你存的钱放在柜子里了。姥姥这辈子最骄傲的就是培养出你这么个好孩子。姥姥，你别说了，我不要钱，我赚了很多钱，都等着给您用呢。姥姥，你别走。姥姥，叶棠，你这孩子回来也不说一声，家里都还没收拾呢。你不是答应过我不捡这些了吗？没捡多少，我下楼活动活动。活动，你都喘成这样了，走，跟我回家。把瓶子拿上，这还能卖很多钱的。钱，我不是每个月给你很多钱了吗？你为什么还要捡这些？身体重要还是钱重要？你给的那些钱我都存起来了，
叶棠啊，你一个女孩子在外头打拼，租房、吃饭、坐车，哪样不花钱？姥姥老了，帮不上你什么，能省一点是一点。哎呀，别哭啊！那以后说好了，每天只能减1点，我让赵姨看着你，不许跑太远，不许太累。好，好，好，嘿嘿。叶棠，你呀，好好照顾好自己。这死老太婆还真住在这儿，这下怎么办？视频为证啊！我刚进门的时候，这老太婆就已经死了。你在拍什么？我这是正常记录，刚才在门口，那也是按规矩办事，跟我们物业可没什么关系啊。这2位大哥也能作证。死死，刚进门就遇见这事，晦气！站住！站住！我让你走了吗？你干什么？放手！谁敢拦我试试？你敢打我？你疯了吗？是你，要不是你，我外婆也不会出事。你胡说什么啊？那老太婆死了，跟我有什么关系？你让我给证明，我给了。我姥姥求救的时候你听见了。现在我姥姥真的出事了，你还敢在这里录视频，撇清关系？谁知道你是不是骗子？把你放进来，其他住户怎么办？我那是按规矩办事。规矩？你说规矩？你放陌生人进来的时候，你讲规矩了吗？你自己穿得像个外卖员，谁信啊？所以，王曼丽，在你眼里，穷人就是该死。你少在这给我扣帽子，是你姥姥自己身体不好，那是你这个孙女的责任，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你想干什么？王曼丽，我会让你为今天的事付出代价。哎，叶棠，这女人怎么像变了个人？赵姨，你帮我联系医院吧，我想先送姥姥最后一程。好。怎么回事啊？这明天就要物业评优了，门口一个迎接的人都没有，像什么样子？是周经理，5栋101那个老太太死了，她孙女疯了，非说是我的责任，她打我，威胁我，还说要让我偿命。怎么回事？你慢慢说。我按小区正常流程说不让外卖进，谁知道那个女的穿个外卖服，真的是那个老太太的孙女。一个老太太，一个送外卖的，没权没势，怕什么？经理，你是说？你都说了要按规矩办事，他能有什么证据？你忘了我们之前是怎么对付那些刺头的吗？经理，还是你聪明，一个送外卖的，还真把自己当回事。他不是要闹吗？我倒要看看，停了他家的水电，他还能住几天？哼，别闹太过了，事情办得漂亮点，好处少不了你的。放心，我有分寸。哼，苏叶棠是吧？敢让我出丑，我让你灵堂都摆不安生。叶棠，你歇会儿吧，你从回来就没有休息过。我不累。我麦丽有句话说的没错，是我害死了姥姥，她为了我操劳了一辈子，但我到最后却连一口救命药都没能给她送来。叶棠啊，你姥姥要是知道你这样，会心疼坏的。姥姥，谁呀？怎么往人家家里丢东西？哟，来这么快呢？是
是你干的。你说什么呢？今天物业表彰我正好当选年度物业优秀服务人员，他高兴了，所以敲锣打鼓的热闹一下，不犯法吧？他家办丧事，你们开表彰，你们还有没有人性？王曼丽，你们那天的所作所为，我可都是亲眼所见，你就不怕我把它写成报道，把你干的那些丑事全部举报到上面？赵姐，你说什么呢？我也是按规矩办事，你就算举报，上头也不会受理的。至于刚才不小心飞进窗户里的球，谁知道是哪个小孩扔进去的？呀，把老太太遗像摔坏了，真不是故意的，我给你道歉行了吧？你，坏了，叶棠，快回来，你家门口全是水。这刚刚明明好好的，怎么突然就炸了？哟，这下麻烦了，这房子淹成这样，可住不了人了。王曼丽，你看我做什么？管道老化，物业也没办法。要不你搬出去吧，反正就你一个人，守着个死人，也没必要赖着不走吧。哟，怎么又想打人？来来，往这打！今天人这么多，我喊一声故意伤害都跑不了，你马上就得进局子。苏叶棠，我给你指条明路吧。如果想保住这套房子，100万给物业，然后你滚蛋，不然有你好受的。100万，你确定？没错，你姥姥本来就少交了100万物业费，现在她死了，这钱你得补上，赶紧准备好钱来物业处找我吧。叶棠，他们这就是敲诈勒索。你姥姥的事啊，物业应该负全部责任。我可以为你作证。我虽然是退休了，但是啊，我的笔头啊可没钝。我这就写成报告，提交电视台。姥姥总是让我别和人争，我要是在外面被人欺负了怎么办？叶棠啊，做人啊，就要像郑美珍一样，把温柔和体面留给关心你的人和讲道理的人。要是在外面有人欺负到你头上了，那么这针尖的锋芒啊，就要对外了，不能忍，该争啊。赵姨，你还能联系到以前的媒体朋友吗？可以。你想好了，真的要和整个锦琛集团作对吗？听说那个王曼丽背后有人。我这一大把年纪了没关系，但是你还小啊。不，赵姨，我有计划了，而这个计划需要媒体的见证。他们不是最爱讲规矩，那我就亲手打破他们的规矩，让他们看看真正的规矩该是怎么样的。江总，我要买下锦城华府的整块小区，我的秘书已经在处理了。另外，我还要实名举报锦城华府物业涉嫌间接杀人、收受贿赂。我知道了，事关重大，这个事儿我一定会严肃处理。小苏，我们两个的交情在这儿，你放心，这个忙我一定会帮的。好，给我彻查锦城华府的物业！我现在就被撤去锦城华府，我倒要看看，到底是谁敢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是，咱们的物业啊，绝对没有问题。那个领导有照片吗？我确认一下。他马上就会到你们表彰会上检查，你见了就知道了。好嘞。你又去哪了？你收敛点，上面可是有领导来检查。谁啊？房企的大领导，我也没见过，神秘人，说是重点检查物业服务的。我告诉你，别去再找居民麻烦了，不然连我也保不住你。知道了，该不会是因为那个老太婆吧？知道了，该不会是因为那个老太婆吧？什么时候了？你就别提这事儿了。我告诉你，今年要再表现好一点，说不定还能再往上升一级。别给我整岔了。真的？放心吧，经理，我一定好好表现。叶棠，
我已经和之前的单位联系好了，报道的事我亲自负责，敲桑月的人也已经安排好了。只是叶棠，你真的要这么做吗？是他们欠我姥姥一条命。你这是要……他们不是在表彰吗？正好人都到齐了，我要让他们当着所有人的面给我尸骨未寒的姥姥道歉。好，叶棠，我陪你。苏总，景晨华府已经全部收购，区域内所有保安随时听您调遣。姥姥，我一定会让那些害死你的人一一偿还。经理，你听见外面有什么动静了吗？怎么感觉好像有点不对劲啊？先别管这个了，你好好准备发言，一会儿领导就要来了。下面让我们欢迎王曼丽，恭喜她获得本年度优秀物业服务人员的称号，鼓掌。是你？是你？王曼丽，我说过，我要让你付出代价。你间接害死一条活生生的人命，现在给我跪下道歉！你有病吧？来这闹事！你姥姥死了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保安呢？把他给我轰出去！王曼丽，请注意你的言辞。我现在是代表江城电视台全程录像直播，你要是现在敢动手，马上锦城物业的负面新闻就会上头条新闻。这位女士，有事好商量，如果需要赔偿，也不是不能谈。谈？你拿什么赔我姥姥的命？你是苏总。千里，你说什么？他是苏总，优秀物业。王曼丽，我今天只要你一句道歉，我今天站在这，就是让你还有你们这群草菅人命的物业得到应有的惩罚。我今天站在这，就是让你还有你们这群草菅人命的物业得到应有的惩罚。经理，你是不是认错了？他怎么可能是苏总？他就是个送外卖的，我亲眼所见。可是这个人的身形怎么跟我上次在房企高层会议上远远嫖妓的那个合作方那么像？你肯定是认错了，他就是那个舞动闹事的人，这次肯定是想讹我们物业的钱，你可别被他给骗了。这人打扮得这么素净，看上去也不像是那种有身份的人了，说不定只是长得有点像而已。经理，他家里刚死了老太太，现在肯定是蓄意报复我们的。我蓄意报复？我姥姥哮喘发作，本来有机会救，你却以外卖不让进为由将我拦在门外。我姥姥不幸去世，你还第一时间录像，撇清关系。王曼丽，我姥姥这条命就是被你害死的。王曼丽，我姥姥这条命就是被你害死的。我那是按规矩办事，是吗？规矩？你对着穿皮草的陌生人开门禁的时候，怎么就不谈规矩了？要不要我把大门处的监控调出来看看，看看你那天到底有没有遵守你挂在嘴边的规矩？这……看看你做的好事，一会儿大领导就要来，你这样让我怎么收场？我之前都是这么干的，谁知道这女的真的敢找上门啊？边上那个怎么回事？她就是那个老太婆的邻居赵慧，退休的电视台员工，说不准也是那个女的找来撑腰的。周经理，商量完了吗？你手下的员工间接导致我姥姥去世，今天我站在这儿，不是来讹钱报复，我是来替我姥姥要一个公道，替所有被你们欺压过的业主讨回公道。我是来替我姥姥要一个公道，替所有被你们欺压过的业主讨回公道。我干什么了？我不让你进小区，我那是按规矩办事。看来你不仅蠢，还无知。你明知我姥姥重病摔倒，还故意阻拦急救，放任死亡发生，这就是故意杀人，是触犯刑法的重罪。我那是不知情。不知情？我拿着我姥姥的社保卡一次次说明自己的身份，你管这叫不知情？我那是按流程办事。这几天物业评选，档案都被调走了，
必须要业主亲自确认。要是出什么事了，谁负责啊？这是规定。规定？王曼丽，你故意砸坏我姥姥遗像，打破我家的水管，问我索要100万的天价物业费，不交就逼我离开小区，这也是你的规矩？我那是……大领导马上就要来视察了，现在当务之急就是先把这个女人的事情办一下，不能让她影响我今年的评优。苏小姐，咱们有话好好说，这里人多眼杂，我们去办公室谈。苏小姐，咱们有话好好说，这里人多眼杂，我们去办公室谈。今天必须就在这谈。你这是何必呢？办公室谈更方便，我们物业也不是不讲道理，一定能给你一个满意的。我要的答复始终只有一个，我要让他当着所有人的面给我姥姥跪下道歉。他什么时候道歉，我什么时候才继续商量你们物业失职的事。他不道歉，我就不走。我要让小区的所有人来看看锦城华府物业的所作所为。苏小姐，这里可不是随便让人诽谤造谣的地方。你确定要跟我们一直耗下去吗？保安，保安呢？帮我把无关人员带出去，我单独和苏小姐聊聊。你们这是干什么？我这是正常的记录新闻。站住！我看谁敢动他。苏小姐，我只是想赔偿的事都好说，要是闹大了，反而对谁都不好，你说呢？赔偿？你们拿什么赔偿一条人命？你那都是污蔑，你张口闭口都是说我害死你姥姥，你有证据吗？我不过是拦了你一下，她自己身体扛不住，怪谁啊？说到底是你这个孙女没有照顾好，跟我们物业有什么关系啊？我的员工有办事不妥的地方，我作为经理，自然会有自己的处理方法。你想要什么赔偿，咱们好商量。但如果你没有证据，继续在这里撒泼，就别怪我们物业请你去别的地方聊聊了。证据？你们做这些事真当没人知道啊？你也就只会耍耍嘴皮子吧？你要是有证据，直接找律师告我们啊！在这闹什么啊？苏小姐，你知不知道造谣也是犯法的？另外，赵大神也很久没有在电视台工作了吧？我可是认识现在的台长，只要我一句话，你们现在录的这些内容，没有一个媒体敢播。差点真的被你唬住啊！你以为你是谁？想让我跟你道歉？做梦！我最后说一遍，让记者走开，我们去办公室好好谈。要是不同意，我只好让保安请你们出去。你们就这么想看证据？既然你们这么笃定我没有证据，那我就让大家听听，这是不是你这位优秀物业的亲口所言？苏叶堂，我给你指条明路，如果这套房子想保住，100万给我们物业，然后滚蛋，不然后面有你好受的。100万给物业，然后你滚蛋，不然有你好受的。100万，你确定？没错。你姥姥本来就少交了100万物业，现在她死了，这钱你得补上，都听清楚了吧？这就是他口中的按规矩办事，分明就是趁人之危敲诈勒索。我不是让你小心行事吗？我怎么知道他们录音了？这录音是假的，是合成的，我根本就没有说过这个话。是不是假的，不是你说了算。我现在大可以请专业人士来检测这段录音的真伪，而且那天是你主动走到我姥姥的灵堂挑事，更何况我现在可不止一条录音了。刚才你说我撒泼，还有周经理让保安把我请走威胁的话，我可都一字不落的录下来了。刚才你说我撒泼，还有周经理让保安把我请走威胁的话，我可都一字不落的录下来了。苏小姐，我只是想请您好好谈谈，没别的意思。哦，是吗？你们方才说我没证据，还威胁我，那我现在拿出证据，叫警察来评评理，看看你们这到底算不算敲诈，是不是威胁？别报警！是我们考虑不周，你的心情我能理解，有什么话好好说。要是闹到警察那里，对你的工作生活也有影响，谁都不好过，你说是不是？苏小姐，之前那事儿是我们的错，你想要什么赔偿都可以，钱、车子、房子，条件你随便开，只要不把事情闹大，我都能答应。赔偿？我刚才的要求不过是让王曼丽给我姥姥跪下道歉，但现在我看出来了，你这个经理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他的所作所为，恐怕都是你纵容甚至指使了吧？你这个经理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他的所作所为，恐怕都是你纵容甚至指使了吧？我的要求变了，第一，调出大门处的监控，
让所有人看看你那天到底是怎么锁的门，怎么给陌生人开门。第二，彻查你们物业内部乱收费、贪污物业费的问题，给所有业主一个交代。叶棠说的对，我不但要全程记录，我还要把你们的龌龊事全部曝光，让全市的人看看你们锦城华府的物业是什么德行。传，把他们给我赶出去！敢在这胡言乱语，反了天了！喂，江总，您怎么突然来电话了？周宪明，你锦城华府的物业顶风违纪，网上已经传开了。业主录音曝光你们向患者家属索要100万天价物业费，还拦着业主给老人送急救药，草菅人命。江总，你听我解释，这都是误会。我审温柔之后，就到锦城华府，你们守好现场，千万别出一点差错。周建明，你下半辈子就在监狱里面过吧！哼！经理，怎么办呀？江总马上就过来了，帮我们开除怎么办？今天他肯定是故意的，肯定故意陷害、针对我们。别吵了，都是你惹的祸，让你小心一点，你非要狮子大开口，要100万。现在好了，头破天了。苏小姐，算我求你了，这卡里有50万，你把网上的录音、视频都删了，跟江总说这是一场误会，只要你肯收手，我再给你加50万，一共100万，不够我还能再加。你看，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没必要把事情做绝，拿了钱赶紧走，这事儿就算翻篇了，对你对我都好。周建明，你是不是觉得什么事情都能用钱解决？这是一条人命，不是用钱就能随便衡量的。要是我今天不坚持到底，你还有王曼丽，你们还要以这种腐朽的制度当保护伞，为非作歹多久？我不会退半步的。我要的不是钱，是你还有王曼丽一起在所有社会媒体面前公开给我姥姥道歉，承认你们物业的失职行为，查你们物业内部的乱收费、贪污问题，给锦城华府所有业主一个交代，这就是我的条件，没得谈。苏月堂，别给脸不要脸！我告诉你，别以为你有录音就可以拿捏我。江总那边，我自然有办法解释。你要是非得揪着这事不放，把我逼急了，谁也别想好过。你以为你是谁？真当我不敢动你？在江城这片地方，我想让你一个人待不下去，有的是办法。识相的就把录音删了，拿着钱走人，不然我要你为今天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我要你为今天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就是你别不识好歹，经理都已经给你台阶下了，你还蹬鼻子上脸，把这件事情闹大，对你有什么好处？我倒要看看你们能让我付出什么代价。苏月堂，你以为你藏着录音就能拿捏我了？我现在就能让水军去网上发帖，说你是专业碰瓷的，借着老人去世，讹遍了各个小区，再找关系封了你的录音，让你有嘴都说不清。更何况这江总还没来，这锦城华府现在我说了算。我要是让保安把你们2个扣在这儿，等江总来了，我就说你们私闯物业，蓄意闹事。你觉得江总会信谁？就是识相的话，赶紧把录音交出来，拿着钱滚蛋，不然我就报警，说你们敲诈物业，看你们怎么收场。给我围紧了！今天不把他的手机录音给我扣下来，谁都别想走！谁敢动我？你们敢动手，这当没人治得了你们吗？周建明、王万丽，你们以为只有叶棠一个人受委屈吗？这是小区几10位业主的联名状，你们不但草菅人命，还利用物业的名义干尽缺德事。你少在这血口喷人！我们物业按规办事，什么时候欺负业主？就是，肯定是你这个女人串通好的，故意在这陷害我们，血口喷人！激动的张大爷，独居老人就因为没有交你们巧立名目的楼梯维修费，你们就停水停电半个月。张大爷摸黑接自来水，在家里摔成骨折，现在还在医院躺着，你们有管过吗？这是当时的住院记录，还有本人的证词。还有，
3栋的张阿姨，就因为提了一句小区的绿化差，你们就把垃圾堆到她的家门口，导致她的房间臭得待不下去。你们有没有做过这个？还有，拿小区业主的空车位当停车位收费。我问你们，这些事你们有没有做过？少在这胡说八道！你干什么？还给我！摔得好啊，这机子摔坏了，看你还拿什么当证据？今天就算你说破天，也不会有人信你的鬼话。周建明，你太过分了，你这是公开销毁证据！别装模作样，我看见你胸口别着个微型录像的东西，交出来！还有你手机里的录音，全都给我删了！既然你敬酒不吃吃罚酒，就别怪我狠心了。动手！把他的手机录音还有身上设备都抢过来！我看你们谁敢动我姥姥遗像！啥死人说事！今天就算天皇老子来了，也救不了你！把东西交出来，不然我让你今天走不出这个物业处！哼，你们锦城华府的物业就这么办事的吗？江总，你怎么来了？江总，你怎么这么快就来了？我们还没准备好呢。我再不来，你们是不是就在物业管理处动手打人了？小苏，你没事吧？小苏，我们换个地方说。江哥，刚才多亏你来的及时，不过我刚才差点暴露了，你得帮我个忙，暂时别在他们面前公开我的身份。你为什么要隐藏起来呢？周建明和王曼丽现在还心存侥幸，要是知道我是锦城华府刚买下的上司，他们说不定会狗急跳墙，甚至想办法偷偷消除小区的监控录像和贪污证据。行，小苏，我知道你的手腕，你需要什么计划，我配合你。监控是个关键，昨天我已经提前申请了警方的调查令，拷贝到了真实的监控。周建明和王曼丽绝不会这么简单的认错，我只有将这些证据一件件摊开，才能打他们措手不及。行，我配合你，你只管按照你的计划来，需要什么支持，随时向我开口。谢了，江哥。哎，你跟我还客气什么？放心，有我在，他们分不了天。经理，他怎么叫那个女人叫小苏？难道她真的是什么大人物？我们这次闯大祸了？不可能，我都查过了，那老太婆根本没什么背景。这种大人物怎么可能送外卖？对，监控我已经处理好了，我们只要咬死，是按规矩办事，他们就不能拿我们怎么样。江总，您认识这位女士？还要瞧我这记性，我把她当成咱们合作公司的苏助理了。抱歉啊，江总日理万机，认错人也是正常。说得对，江总太辛苦了。江总，我只是锦城华府的普通业主，今天来只是为了讨一个公道。不管是谁在小区里动手围堵业主，损毁记者设备，哼，像什么话？江总，误会，这都是误会。这两位女士来物业处闹事，我们只是讲劝和，没控制好分寸。江总，你可一定要为我们做主啊！他仗家里人去世，在这里故意讹我们，还带着他在这拍视频抹黑我们，我们也是迫不得已才拦着的。江总，我要向您反映物业乱收费，间接导致我姥姥去世的事。江总，这是……哎，让业主先说。业主规范条例中的为业主服务，你难道忘了吗？是。江总，3天前我姥姥哮喘发作，我出门给老人买药，却忘带钥匙，然而回来时却被王曼丽以非业主不得入内拒之门外，导致我姥姥治疗不及时身亡。不仅如此，事发之后，王曼丽还以卑劣的手段破坏我们房屋要挟，向我们索要天价物业费。对，他们干的缺德事还不止这些，断水断电，欺压其他业主。我这里还有联名状可以证明。江总，这都是无稽之谈，我们全程按小区规矩办事，当天的监控录像都在，一切都能说清楚。绝对是这位女士误会了，还想趁机讹我们物业。对，江总，监控一查便知，我们都是按规矩办事，怎么会干那些违法的事呢？幸好提前把监控剪了，看你这女人还怎么污蔑我。
还好只是认错人，这女的就是个普通业主，翻不了天。等调出假监控，看江总怎么治她造谣的罪。这位女士，江总都在这了，凡事讲证据。我们这就把监控调出来。要是证明我们没错，你可得给我们物业道歉，还得把网上的举报删了，恢复我们的名声。这位业主，既然周经理说有监控作证，那就调出来看看。咱们凡事讲证据，要是他们物业有错，我绝不轻饶。要是你造谣滋事，那也应该承担相应责任。好儿，我倒要看看你们的监控能说出什么话来。快去监控室，把小区门口的监控调出来，让江总、这位女士还有各位同事都看清楚，还我物业清盘。把小区门口的监控调出来，让江总、这位女士还有各位同事都看清楚，还我物业清盘。这是我的配药记录，我姥姥的社保卡，还有亲属代理药物的签字，这些能说明我是小区住户的亲属了吗？江总，你看，当天王经理按照规定去小区核查身份，是他执意硬闯，还联合外人造谣，现在小区流言四起，直接坏了我们物业的名声。江总，我就是本职工作，他不仅推搡我，还偷偷录音，断章取义。现在网上全是对我们物业的负面评价，评优结果眼看就要出来了，这分明是故意毁我前程。他就是借着老人去世的由头讹钱。从头到尾根本就拿不出实锤证据，江总，你可千万别被他给骗了。岁月堂，现在监控铁证摆在这儿，证明我们物业没半点问题。你要是拿不出别的证据，就给我们物业公开道歉，删掉网上所有诋毁的内容，恢复我们的名声，还得赔偿我们的名誉损失。就是，你要是还不依不饶，在这闹事，我们就直接报警，告你诽谤和敲诈勒索，看你还怎么狡辩。从目前的监控画面来看，确实没看到物业有违规操作，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还是你一时情绪激动，才有了后续这些事儿？江总说的没错，就是他单方面胡搅蛮缠，监控就是铁证，足以证明我们的清盘。监控是不是铁证？看了完整版的，自然就清楚了。没必要在这种剪辑过的画面上浪费口舌。真相在这，自然就清楚了。没必要在这种剪辑过的画面上浪费口舌。真相在这。等等。我说了，我是来给姥姥送药的，她现在哮喘发作，不方便出来。这是我的配药记录，我姥姥的社保卡，还有亲属代理药物的签字，这些能说明我是小区住户的亲属了吗？现在能放我进去吗？一个送外卖的还在这叫唤上。不是的，这些都是假的，是合成的。江总，你可千万不能信他。是吗？那还有这些。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一个送外卖，一个捡垃圾，两个社会底层垃圾，死也是活该。这是怎么回事啊？哎，这就是个不懂事的外卖员，我们说了不要进，非要闯进来，现在在处理中。我找朋友。好的好的，请进。哼，我问你，这些难道都是假的吗？你敢说完完全全按规矩办事？那这个女人你分明不认识，这人是业主的朋友，提前有预约的，和你这个来路不明的人不一样。预约？既然锦城华府有预约登记制度，那就把记录调出来，看看有没有这个人。而且，你连他要找的业主是谁都没问，就放他进来？不是的，你不过是看他穿金戴银，看我一身外卖服，看我姥姥平时朴素，判定我们是所谓的底层垃圾，不配进你这高档小区，对不对？江总，这都是王曼丽个人的工作失误，她口无遮拦，怪我平时对她管教不严，是我的错。工作失误？周建明，你的下属不仅把工作制度当儿戏，区别对待业主，甚至出言辱骂，纵容保安动手，间接害死一条人命，你管这叫工作失误？王曼丽，我再问你一次，
你的规矩到底是什么？我真的不是故意的。还有呢？苏叶堂，你以为你藏着录音就能拿捏我吗？我现在就能让水军去网上发帖，说你是专业碰瓷的，借着老人去世，讹遍了各个小区，再找关系封了你的录音，让你有嘴都说不清。更何况这江总还没来，这锦城华府现在我说了算。我要是让保安把你们两个扣在这儿，等江总来了，我就说你们私闯物业，蓄意闹事。你觉得江总会信谁？就是，识相的话，赶紧把录音交出来，拿着钱滚蛋，不然我就报警，说你们敲诈物业，看你们怎么收场。这是你几分钟前说的话，威胁、恐吓，你还有什么可解释的？江总，您先生气，这事是我不对，一点心意，算是我给您的赔罪了。您就当没看见今天的事儿，以后我一定绝不再犯。这事是我不对，一点心意，算是我给您的赔罪了。您就当没看见今天的事儿，以后我一定绝不再犯。你这里面有多少？5万。5万？朱建明，我记得你们物业的中层管理人员一年也才20万，这都是我自己的积蓄，难道是江总嫌不够？都这节骨眼上了，只要能保住位置，多少钱都得花。江总，是我考虑不周，这张卡里有50万，今天想办法全部赖到王曼丽头上。您放心，影响不到集团和您。50万？朱建明，你好大的胆子呀！一个物业中层能拿出50万行贿，你得先从哪拿的？老实告诉我。走。江总，那都是误会。误会？这红包也是误会？只有好几万吧。周建明，你一个物业经理哪来这么多钱？还远远不止，这卡里面有50万。我最后问你一遍，这些钱到底从哪里来的？看来周经理，你和王麦丽分的不少。胡说！江总，听听这个吧。苏叶堂，我给你指条明路，如果这套房子还想保住，100万给我们物业，然后滚蛋，不然后面有你受的。好啊，你们好大的胆子！江总，今天看到这些，不过是他们贪污的9牛1毛。我们老百姓买一套房，掏空几代人的家底，交物业费，盼的是安居乐业，让物业守家护院，给我们一个安心的家。可你们呢？拿着我们的血汗钱，巧立名目乱收费，中饱私囊。是啊，不仅是叶唐家，张大爷不肯交多余的物业费，就被他们断水断电。李姐提了一句绿化问题，垃圾桶就被放在家门口。这些事情哪一桩不是他们拿着我们的钱干的？缺的是李姐提了一句绿化问题，垃圾桶就被放在家门口。这些事情哪一桩不是他们拿着我们的钱干的？缺的是江总，这事跟我没关系，钱都是王曼丽给我的，我刚才就是鬼迷心窍，我不是故意的。监控里全是他拦人骂人，狮子大开口要100万，我一点都不知情。你放屁！周建明，你个混蛋！这些事哪件不是你指使的？现在想卸磨杀驴，老娘第一个不放过你！闭嘴！是你贪了业主的钱，都是你！周建明，小区公车位是你让我对外收费，1小时20块，钱全你拿大头，我就拿了零头。我可看不到那些业主的资料，都是你给我的。业主装修押金，你说3000扣1半，说墙面不合格，那1半的钱都被你昧下了。那也是你交的，跟我有什么关系？楼道维修费，你挨家收200，收了整个小区。那也是你交的，跟我有什么关系？楼道维修费，你挨家收200，收了整个小区。灯坏了，瓷砖裂了，都不修。那10几万你分的少，外面那些坑人的维修，换个灯泡你收50，通下水收200，不都是你在吃回扣？全是你下的命令，周建明，你少在那装无辜！闭嘴！都给我闭嘴！立刻通知集团审计部彻查锦城华府物业的全部账目，车位收费、装修押金、公摊水电、各项维修费用，一笔笔的查。周建明和王曼丽
经手的所有项目全部都查。江总，不是这样的，监控体真在这儿，这视频里只有王曼丽，跟我没关系。江总，监控，只要没了这证据，谁都赖不到我头上。保安，把人拉开，谁敢接近物证，就地控制。谁都赖不到我头上。保安，把人拉开，谁敢接近物证，就地控制。你们这是干什么？放开我！保安要听物业的，这个女人不过是个外人，你们眼瞎！他们听谁的？轮不到你们智慧。真是可笑！我已经亲眼看到你们做出的一切。刘建民、王曼丽，你们以为自己还逃得掉吗？江总，我能解释。还没能明白你们到底得罪的是谁？什么意思？在姥姥走后第2天，我就收购了整个锦城华府，现在整个小区，包括你们物业，都是我的。说什么？收购？不可能，你就是个送外卖的，怎么可能收购整个锦城华府？这就是小苏的收购记录，他现在是这个小区的唯一的所有者。这就是小苏的收购记录，他现在是这个小区的唯一的所有者。苏叶堂，你是苏氏集团的苏总？苏氏集团那个神秘的海市新贵，你居然是苏总？苏总，我知错了，我不知道是你。我要是知道，就我10个胆子，我也不敢在你面前放肆。苏总，是我有眼无珠，求求你放过我们，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吧。机会？我被你挡在门外，只能见我姥姥最后一面的时候，你给过她机会吗？真正要道歉的人已经走了。先放开我，我给苏奶奶道歉。对不起，对不起，苏奶奶，是我监管不力，纵容下属，害了你。对不起，我错了，我不该拦着苏总。太晚了，太晚了呀！苏总，审计部已经到位，派出所的人也快来了。苏总，我们已经给您姥姥道歉了，接受处罚，求你看在我们认错的份上，从轻处理。道歉我收到了，但这些还不够。接受处罚，求你看在我们认错的份上，从轻处理。道歉我收到了，但这些还不够。苏总，是不是我们道歉的还不够？赵姨，之前我们为难您，砸您的手机，都是我混蛋，求您大人有大量，帮我们在苏总面前说句好话。赵爷，我错了，我不该不听您的劝，不该欺压业主。您是记者，最懂情理，求您帮我们救救苏总，我们再也不敢了。我可受不起你们的道歉。你们当初砸我的手机、推搡我的时候，怎么没想起来留一点情面？赵姨，要是今天站在这里不是小苏，是张大人，是李阿姨，你们还会这么认真的道歉吗？我看你们不是真的知错了，而是担心自己赚钱的行当不保了。苏总，其实不全是我们的错，小区乱收费，物业员工都参与了。只是我们在一线服务，背了锅，不然我们也不敢这么放肆。对，苏总，是有人给我们撑腰，我们只是执行者，您去查他们，饶了我们这一次。你们倒是说说，是集团里的谁拿了多少好处，有多少证据？我是一时记不清，回头我好好想想，我一定全都告诉你。别费心思了，你不过是想攀咬他人脱罪。审计部不仅会查你们的账目，还会彻查整个物业，乃至集团的相关人员，有没有人撑腰，有没有人参与，会马上水落石出。你们看看，这是多少业主的冤屈，有独居老人断水断电，有年轻夫妇的装修押金被克扣，有的孩子被物业的人恶语相向，这些事哪一件不是你们亲手造成的？王曼丽，你张口闭口说我姥姥少交了100万物业费，但我查清楚了，我姥姥自入住以来，物业从未拖欠。你所谓的少交100万，不过是你贪得无厌编的谎话。贪污，欺负老人小孩。刘建明、王曼丽，你们真的在这小区里面一手遮天了吗？就凭这些，你们下半辈子就在牢里度过吗？你们现在单单想靠求饶躲过惩罚，可能吗？审计部的初步核查结果出来了，你们在任的这几年，联合外面的建筑公司，你们巧立名目，贪污的钱款加起来超过了1000万。我已经向银行申请了调查你们贪污钱款的去向，不久之后，你们从居民手中拿走的都会被一一讨回来。不，
我不能坐牢，我跟你拼了！只要毁了这个 U 盘，谁也定不了我的罪。不，我不能坐牢，我跟你拼了！只要毁了这个 U 盘，谁也定不了我的罪。拦住他！放开我！你就是故意的，你早就知道一切，就是想看我出丑，你根本不是什么好人。不公平，这太不公平了！凭什么他有钱有势就能定义我们的罪？我们不过是想多赚点钱，有错吗？这个社会本来就是这样。史蒂夫怎么了？你以为这是唯一的证据？我早就把监控原件、录音、你们的贪污账目全都备份了，还交给了江阁、审计部和警察。就算你毁了这个 U 盘，也无济于事。你们说我基础，说我不公平。你们有没有想过，我姥姥被你们拦在门外，在地上苦苦挣扎的时候，谁给过她公平？还有小区里被你们欺负的业主，你们仗势欺人的时候，怎么不谈公平？你们贪的每一分钱都是业主的血汗钱，你们拿着这些钱挥霍的时候，我可看不出有半点愧疚。你们仗势欺人的时候，怎么不谈公平？你们贪的每一分钱都是业主的血汗钱，你们拿着这些钱挥霍的时候，我可看不出有半点愧疚。我也是被逼的，集团的压力大，物业工资低，我上有老下有小，我不这么做怎么养活家人？王曼丽也是，她家里条件不好，她只是想多赚点钱，我们都有苦衷。对，苏总，我那天是真的很需要那笔奖金，所以才拦着您不让您进去的，这都是迫不得已啊！有苦衷就能违法乱纪，有苦衷就能欺压业主，有苦衷就能进行害人性命。这世上谁没有点难处？别人都守着底线，就你们突破底线，把苦衷当成作恶的借口，简直是可笑！你看，你看。控车位对外收费共计300万，装修押金克扣500万，还有向业主索要的好处费、维修费，零零总总加起来1000多万。这里每一笔都写得明明白白，这就是你们的苦衷，1000多万，洗着整个小区业主的血，填饱自己的腰包，连人命都不放在眼里，这就是你们嘴里的苦衷。景城物业的初步调查已经出来了，卢建明，你这些盘咬中层领导收你好处，审计部已经彻查记录，根本无此事，根本就是为了脱罪，信口雌黄，恶意诬告。曼丽当初为了物业平庸，罔顾人伦，草菅人命，不惜危机将你的恶行提交给评选主办方，你会被取消一切评优的资格，这辈子都别想再踏进这个门槛了。这是最新的新闻，和你们一起骗取居民物业费的维修公司已经被警方调查。这是最新的新闻，和你们一起骗取居民物业费的维修公司已经被警方调查，现在他们已经被带到派出所了。如果你们还想脱身就不认罪，我劝你们趁早打消这个念头。苏总，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求求你饶了我！我砸锅卖铁，这1000万我都会还的。我家里还有房子、车子，我全都卖了，求您别送我去坐牢，我求您了。苏总，我们知道错了，我这辈子给您当牛做马，您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端茶倒水、洗衣做饭我都行，求您饶了我这一次。苏总，我不能坐牢，我上有老下有小，我爸妈都80了，孩子还在上小学，我坐牢了，他们会活不下去的。求您看在我家人的份上，就放过我这一次。苏总，我还有个儿子，在国外念书，我要是坐牢了，他就没学费了，他这辈子就毁了。我求求你，我求求你给我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我把欠你所有的钱都退回来，还双倍赔偿，3倍都行。我混蛋，我不是人，我贪得无厌，我欺负业主，我罪该万死。苏总，你看我这么诚恳认错的份上，你就原谅我吧。我也混蛋，我狗眼看人低，我拦着苏总送药，我害死了苏奶奶，我该打，我千刀万剐，求你饶了我。我说了，我要的不是钱，是公道，我会让你们彻底付出代价。赵姨，把他们承认错误的话全都记下来，和审计报告、监控录音放在一起，交给警察，让他们接受法律的审判。放开我，我不想坐牢。救命啊！我再也不敢了，放我走！想跑？从你们害死我姥姥那一刻起，你们就没退路。你们不是最爱讲规矩吗？我要让你们好好听着，真正好的规矩是怎么样的？从今日起，锦城华府物业立新规，废旧规，所有条款违者必究，绝不姑息。
第1条，平等对待所有业主，不以衣着、身份分高低，无故阻拦业主者立刻开除，永不录用。第2条，废除所有巧立名目的收费，所有收费标准线上线下同步公示，账目每月1结，每季度公开，贪污虚报者10倍赔偿，直接移交司法。第3条，业主诉求24小时内回应，72小时内解决，辱骂欺压业主者记大过，屡教不改者开除。第4条，小区的公共设施绿化卫生由物业专人负责，定期检查，及时修缮，确保业主的居住环境安全舒适，未尽到职责者追究相关人员责任。第5条，成立业主监督委员会，物业重大决策需经委员会同意，全程接受业主监督，杜绝一手遮天。好，物业的本质从来不是管理，而是服务，是守护，守护大家的家，守护大家的平安，守护大家的幸福，这才是物业真正的职责。太好了，而是服务，是守护，守护大家的家，守护大家的平安，守护大家的幸福，这才是物业真正的职责。太好了。苏总，我把钱全给您，求您饶了我这一次，我给您当牛做马都行。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再也不敢谈钱了，求您放过我这一次吧。晚了，你们的错不是一句道歉、一句求饶就能抵消的，法律会给你们最公正的审判。把他们带出去，和证据一起交给警方。走。苏总，江总。姥姥，都结束了，我给锦城华府立了新规矩。以后再也没有人敢拿规矩当挡箭牌，再也没有人敢欺压业主了。您的公道，我替您讨回来了。叶棠，姥姥看到这一切一定会很欣慰的。我会把今天的事写成报道，把这些新规公布出去，让更多的物业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职责。小苏，做得好！我们江氏集团会全力支持整改物业，把锦山华府打造成真正为业主服务的小区，绝对不辜负你和姥姥的心愿。姥姥，放心吧，以后这里会越来越好，会成为所有人真正的家。